你好，欢迎收听一起学汉语的播客系列，你好，欢迎收听一起学汉语的博客系列，我是王明。我是小爱。今天我们播客的主题关于爱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要是仔细想想，其实还挺有深度的。是这样，尤其是在跟人交往，想建立更深一点联系的时候，聊爱好好像是必经的一步。的确如此。爱好嘛，可以说是我们工作学习之外那个更真实、更放松的自物。嗯，但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中文学习者，甚至包括一些我们中国的朋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有点儿模式化。哦，我好像明白您的意思了，是不是指一开口就是我喜欢看书，我喜欢运动这种？对，就是这个。你说这两句话错了吗？当然没错，但他们更像一个标签儿，一个结论。对，一个结论。说完之后呢，对话好像就停在这儿了，对方不太好接，感觉缺少了过程，缺少了点温度。缺少了温度，这个说法特别好。在成年人的交流里，我们分享的不仅是信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和体验。说的太对了，所以一个好的开场白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一般不会直接去问你的爱好是什么，这个问法太正式了，有点像在面试。是的，会让人有点紧张。那我们通常会怎么做来比较柔和地打开这个话题呢？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一个很常用也很得体的方式是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呀？哦，平时都做些什么？对，你看这句话就很平和，它给对方的回答空间非常大。他可以聊最近看的电影，或者周末去了哪个公园。没错，甚至只是说在家听听音乐。从这些很日常的分享里，我们就能慢慢感觉到他的兴趣点在哪里了。这个问法确实让人感觉很舒服。他关心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而不是在要一个标准答案。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正是如此。那么，当我们聊到自己的兴趣时，也可以尝试用更丰富的词来描述它的不同层次。不同的层次。对，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想探讨的第一个层次，也就是兴趣的起点。当一件事儿刚刚吸引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表达呢？如果直接说喜欢，好像程度有点深了。我可能会说我对感兴趣。这个表达非常精准。比如我会说，我最近对中国的古典园林有点感兴趣，或者我对宋代瓷器很感兴趣。这样既表达了我的向往，也暗示了我其实还处在一个探索和学习的阶段。对，而且我对感兴趣这个句式，它就像打开了一扇门，是在邀请对方跟你一起聊。是的。而且在你刚才的例子里啊，还体现了中文表达的一个精妙之处。哦，是什么呢？就是动词的选择。我们谈论不同的爱好，会搭配非常特定的动词。啊，对，我注意到了。比如乐器，我们会说弹钢琴、拉小提琴、吹长笛。没错，这些动词本身就很有画面感，如果都用一个玩字来代替，那种感觉就完全不对了。是的，我们会说踢足球、打篮球，但很少有人会说玩足球。这个玩字呢，更多是用在玩游戏、玩手机这种更偏向休闲娱乐的活动上。明白了，所以对这些细节的把握，能让一个人的语言听起来更地道，也更优雅。完全正确。那么，当我们的喜爱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感兴趣，进入到一个更投入的状态时，又该怎么说呢？这就进入下一个层次了，对吧？对，进入了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层次。这时候，一个非常有用的字就出现了，迷。迷，着迷的迷。这个字很有意思，感觉不只是喜欢，还带有一种沉浸其中，甚至有点吃醉的感觉。这个理解很到位，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英语里 fan 的那个意思。当你是个迷的时候，你对这个领域就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情感投入了。比如说影迷。对，比如你常常去电影院，很关注各种电影节和导演，那你就是一位影迷。那我想我应该算是一个书迷吧。哦，对我来说，阅读不只是消遣，成为某位作家的书迷，就好像我和他的思想产生了一种很深的共鸣。我会想去读他所有的作品，了解他的生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是的，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体验非常美好。同样，我们还有球迷、
歌迷。这个迷字很精炼地概括了一种专注而持久的热爱。那么在迷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词儿，用来形容那些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时间甚至金钱的爱好者。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对，那就是发烧友。发烧友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热度很高，是不是指热爱到像身体发高烧一样的程度？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它确实不是指生病，而是用发高烧这个状态来形容一个人对某个爱好的极致热情。那这个词儿通常用在哪些领域呢？一般是用在那些需要比较专业的设备和技术的领域。我想到了，是不是像音响或者摄影这两个领域好像有很多发烧友？正是，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一位古典相机的发烧友。他痴迷于收集各种老式的胶片相机和镜头。对他来说，那些冰冷的金属和玻璃都是有生命的。哇！他享受的不仅仅是拍照那一瞬间，更是抚摸相机、调节光圈，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的整个过程。那份投入啊，已经近乎一种修行了。这个故事很打动我，这确实是发烧的程度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喜爱，更是一种专业精神和执着。是的，我们看，从感兴趣到迷，再到发烧友，这是一条情感不断加深的路径。说得真好。而在当下的网络文化里，尤其是在年轻人之间，还诞生了一个非常有表现力的词儿，来描述一种更特别的迷恋。是什么词儿呢？就是控。控制的控。这个词儿我经常看到，它好像是从日语里来的，是说对某种特定的事物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欢。说的没错，它描述的是一种非常个人化、非常极致的审美偏好。这种偏好甚至会成为一个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常听到的颜控。对，颜控就是指对人的长相有极高的标准，颜值是第一位的。还有人对好看的手有特殊的偏爱，就叫手控。还有这些年很常见的猫控啊，对，猫控就是那些极度喜爱猫的人，他们看到猫就会变得特别温柔，甚至会管自己的宠物叫猫主子。这些词语真的很有趣。从心理层面来看，我觉得控这个现象可能也反映了现代人越来越追求个性化的情感寄托。怎么说？就是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里，专注于某一个具体的美好的点，或许能带来一种安全感和掌控感。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当这种喜爱达到一种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的境地时，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是什么呢？沉迷于无法自拔。这个成语的画面感特别强，就像一个人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地方，虽然知道该出来，但就是不想或者没力气出来。形容得很贴切，它描述的就是一种完全投入，甚至有点失去自控的状态。那可以怎么用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讲，我最近沉迷于一部历史剧，每天都看到深夜，简直是无法自拔。这句话就非常生动地表达了那种沉浸式的体验。的确，了解了怎么表达热爱的不同层次，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爱好的内容本身吧。好啊，我觉得观察当下年轻人流行什么样的活动，是了解一种文化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我非常同意。这几年确实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社交和娱乐方式，比如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词是打卡啊，打卡这个词的意义变化真的很大。是的，它最早的意思就是我们上班下班记录时间、签到。对，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如今我们说打卡，更多的是指去一个热门的地方，比如一家设计独特的咖啡馆、一个艺术展或者一个网红景点。然后呢？然后拍下好看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做完这一套就叫打卡。这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很有趣的社会心理。对于很多人来说，拍照分享已经成了体验的部分。是的，好像有一种说法叫没拍照就等于没来过。是有这种感觉。通过打卡，人们不仅记录和美化了自己的生活，也从中获得了一种社交上的认同感。那除了打卡这种线上的分享，还有一种实体消费的潮流，让很多人是又爱又恨。我猜你说的是盲盒？没错，就是盲盒。这确实是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符号了。
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什么吧。好的，简单说，盲盒就是一个你看不见里面的盒子，装着某个系列里的一款玩偶。在打开之前，你完全不知道会得到哪一款。所以它的魅力就在于未知。对，就是这份未知带来的惊喜感。我也买过一个，打开前那一刻，心里那种小小的紧张的期待感，确实还挺特别的。它很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两种心理，一种是收集癖，总想把整个系列都集齐。另一种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好奇，特别是每个系列里还会设置一个数量很少的隐藏款。对，就是为了抽到那个隐藏款，很多人会不停地买。没错，这种未知的魅力正是它让人着迷的地方。除了这些偏个人的娱乐，还有一种社交活动，在年轻人里非常流行。是什么？剧本杀啊，剧本杀，这个我知道，是一种非常考验智力和表达能力的活动。是的，它是一种角色扮演的推理游戏。每个参与者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剧本，扮演故事里的一个角色。对，然后在几个小时里，大家需要通过分享线索、逻辑推理，甚至一些表演，来一起还原一个故事，并找出里面的凶手。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我觉得它给现代都市里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高质量的社交场景。高质量的社交场景。你想，跟单纯吃饭唱歌比，它要求参与者必须进行深度的交流和合作。有道理。而且，在一个虚拟的故事背景下，人们反而更容易放下现实生活中的防备，展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促进人与人之间了解的方式。你说到了关键，它不仅仅是个游戏，更像是一种社交解决方案。是的。看来了解这些新兴的爱好，确实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没错。那理论知识我们聊了这么多，不如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情景应用。好主意。把今天学到的一些词用起来，感受一下他们在真实对话里的样子。好，我们来模拟一段朋友间的周末闲聊。我来扮演朋友 A， 你扮演朋友 B。好的，没问题。周末有什么安排啊？不会又打算在家睡懒觉吧？当然不是了。我最近成了一位驴友，明天准备去郊区徒步呢。真的吗？真没想到你还是一位运动达人呢。哈哈，刚才我们的对话虽然很短，但里面出现了几个很有代表性的词。对，不如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个，睡懒觉。这个词非常口语化，很有生活气息。它指的就是在周末或者假期，早上不用早起，可以舒舒服服地在床上多躺一会儿，享受那份难乐的悠闲。正是。那驴友呢？这个词很有趣，听起来和动物驴有关系。是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很巧妙。首先，动物驴的发音和旅游的旅很像。谐音。对。其次，驴给人的印象是能吃苦耐劳，可以背着重物远行，所以人们就把那些喜欢背着大包包去户外徒步、露营的自助游爱好者，亲切地称为驴友。原来是这样，这个比喻既生动又贴切。那最后一个词，达人。达人这个词指的是在某个领域非常精通，像专家一样的高手。这是一个赞美人的词。对，而且适用范围很广。比如，很会运动的人是运动达人，对美食很有研究的是美食达人，化妆技术很高超的就是美妆达人。没错。明白了，谢谢您的讲解。不客气，今天我们的探讨确实非常深入了。是的，我们从怎么开启一个关于爱好的话题开始，聊到了描述兴趣不同层次的词汇，从感兴趣到迷和发烧友，再到网络化的表达控。之后我们还一起观察了当代中国年轻人中一些流行的文化现象，像打卡、盲盒和剧本杀，这些都非常贴近当下的生活。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在未来谈论爱好的时候，有更多地道生动的词汇可以选择，也能更深地理解这些词汇背后的文化和情感。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也想留一个问题给正在收听的你。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如何定义自己的爱好呢？你认为自己是哪一种爱好者？是一位安静的书迷，还是对美有独特追求的颜控？或者你最近正沉迷于什么事情，到了无法自拔的程度呢？
我们很期待你用今天学到的词语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再见。